当你多机位音频外录的时候，且你的音频文件是里面有包含多轨道的时候，大家就会发现，我的音频现在是没有声音的。大家好，我是伊藤。那今天并不是一个系统性的教学，而是一个小的 troubleshooting 吧，我叫它叫小课堂。那不知道大家在做一些多机位的采访或者是口播之类的节目的时候，会用到识码器，然后外录音频的这种项目的时候，如果你在识码器软件里面对好之后，然后拿到比如说像 Premiere 或者像 Final Cut 里面去粗剪之后，你可能会套底到达芬奇调色。我今天以 PR 来举例好了，那把刚刚的一段音频和2个机位的素材全部导入到对轨软件里面，点一下对轨，然后输出 XML 的时间线，然后就可以关掉了。在 PR 里面找到刚刚这个时间线，然后直接拖入到 PR 里面。OK， 那现在我测试一下是没有问题。然后呢，现在先把相机的音频删掉，这个我没有用。我绿色这3个音轨其实它们是一样的，因为我只有一个麦克风，对我来说这里是没差。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讲，头2个是混音的参考音轨。如果你有多个麦克风的话，它这个头2个会混起来，没有分麦克风剪辑，所以头2个我也是不用的，因为只是参考音轨。那等于说基本上最后就是在这个粗剪过程中，我最后留下来的就是我麦克风的单独的音轨，还有我多机位的相机的视频轨道。那我随便做点粗剪吧，然后呢，我直接输出一个时间线。那这个过程我就不详细赘述，我之前在 PR 套底回 P 达芬奇的流程里都有讲过。这里输出 Final Cut XML 时间线。那我现在达芬奇的版本呢是 19.1.1 Build 8 Studio 19啊。我们直接在媒体池里面右键时间线导入，然后导入刚刚的时间线文件。那这里都是默认的。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出现的就是当你多机位音频外录的时候，且你的音频文件是里面有包含多轨道的时候，大家就会发现，我的音频现在是没有声音的。你看我 PR 里面，我这里都是一直在讲话的。来吧，来模拟。对，那这个应该是兼容性或者编解码问题导致说，它这个没有正确的读到。那确实这里的文件名已经显示说我这里读的是 track 3，也就是音频文件里面的第3个音轨，那确实就是我要的第3个音轨。可是现在这个音轨既没有音频波形，也没有声音。你可以这样做，我们先把音轨全选右键它。这边呢，其实大家如果有看到这个 audio channel 音频轨道的话，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能选3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大家看一下，我选一下3，只有这一个出来了波形，那是因为它只针对我右键单点的这个素材，所以这样子，如果你已经粗剪了几百个片段的话，其实这样子效率很低。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还是全选这些所有的音轨，右键，然后点这里的片段属性，然后在这里找到音频，这个原通道，然后这里下拉找到你要的音轨。那这个地方选中之后，所有你选中的音轨都会出现波形，也就是说它现在兼容性问题解决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已经就好了呢？这个声音，如果你做过音频剪辑的工作的话，应该很明显听得出来，它就是被放慢了好多倍，对吧？就是那种野兽的低吼的声音。可是你明明没有在 PR 里面做变速，到这边它帮你做变速，是不是很奇怪？那这个有可能是编解码，也有可能是兼容性问题。那这个操作非常简单，你只要没错，非常简单，你只要删除它们，然后再撤销一下删除。有没有发现和刚刚的波形不一样了，对吧？那现在大家再播一下。我们的setup 就是一个是主机位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遇到这种状况了，但是我确实是在外录音频的工作流中确实会遇到。然后网上我看大家好像没有出这方面的教程，所以我就补一个吧。那如果你之前遇到过，扣个1。那今天这边我们的 QQ 教育群在视频简介里面，欢迎加入讨论，有空来做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来看一本我儿子的书，叫做《摸一摸软绵绵》啊。这本是一本很正经的小朋友的书，那适合的年龄段是从0到2岁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内容啊。它第一个就是说喵，软软的胖乎乎的是什么？好，大家想一下是什么啊？对了，没错小猫的爪子。呼呼，滑滑的，圆乎乎的是什么？这本书绝对是个老司机出的没有，小熊的鼻头。哦，皱巴巴的，长长的是什么？我录成了不要笑挑战。大象的鼻子。已经到最后一页了，它一共就4页，非常简单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
鬃毛好威风。猪猪的阴影的是什么？狮子的胡子啦！啊呜！好，读完了。好，我们素材就录到这里啊。